直到被人推着带进伏魔洞，在石床边坐下时，蓝忘机才反应过来，先前被他忽略的一句话，魏无羡说要跟他挤一个被子。他一脸凌乱地看着魏无羡，不知从哪里掏出一块帘子挂上，随后翻出一只浴桶放在帘后，又吭哧吭哧跑出洞外，提来一桶热水倒进。魏无羡放好淋浴的热水和皂荚，拍拍手，直起腰朝蓝忘机招呼：蓝湛，你先沐个浴吧，洗好了睡觉。乱葬岗条件自是比不得客栈，水源不是没有，但也得着人去挑，再用魏无羡给的符箓清理过怨气之后才能用。要沐浴更是麻烦，没有足够大的炉灶，只能一锅一锅烧。魏无羡平日都是自己随便拿凉水冲一冲便作罢，但蓝忘机不行。魏无羡总觉得这人冰清玉洁，不能染上半点污秽，且他本身又喜洁，万万不能同自己这般随便应付，便拜托四叔他们多挑2桶水烧着，给蓝忘机沐浴用。那人坐在床边一动不动，半点反应没有。魏无羡骨子里那点作恶欲直直往上窜，几步站他跟前，不怀好意地笑了笑：蓝湛，叫你去洗澡怎么不应？难不成是在等我给你洗？说着，手不老实地摸向蓝忘机的腰封，作势要解，脑袋凑过去，将温热的土气尽数喷洒在他的脸庞上。还是说，蓝湛你要跟我一起洗？下一秒，那只作乱的手便被擒住，随即一股大力袭来，一阵天旋地转，整个人便被摁倒在床上。蓝忘机松了手，站在床前，粉红的耳尖藏在一片黑暗中，看不真切，却又真实存在。他轻吐出一口气：你先，我再去烧水。说完便大步向洞外走去，留下魏无羡一个人在床上笑得四处打滚。哈哈哈哈，小古板真是不经斗，才这么2句就害羞了，这可真是太有意思了。等蓝忘机提着热水回来的时候，魏无羡已经在帘子后面打起了小呼噜。使用回溯阵法本就损耗心力，更何况他之前为了研究阵法，不眠不休了大半个月，好不容易回来，又是去找师姐，又是收妖的，这下总算将这些事安排清楚。瘫在热水里，整个人顿时软了下来，没多久便睡了过去。蓝忘机绕到帘子后面，魏无羡双手别在浴桶上，枕着头睡得正香，鸦雨般的雨结在脸上投下一片阴影，眼底下映着一圈淡淡的乌青，苍白的脸上满是倦容。这般毫无设防的模样，看得蓝忘机心底一片柔软。白皙的胴体在水下泛着圈圈涟漪，蓝忘机白玉般的脸庞上泛起点点粉红，深吸一口气，闭上眼，小心翼翼将人从浴桶中抱起，向石床走去。将魏无羡擦干后，穿上里衣，裹进被子里，捂得严严实实。蓝忘机看着自己心尖上的人熟睡的模样，终究抵不过内心的欲望，在光洁的额头上留下一个极浅极轻的吻，随后一边欣喜，一边自我谴责莫被家规，拿出衣物去沐浴。待将一切收拾妥当，蓝忘机往床上一看，只见魏无羡四仰八叉抱着被子睡着，一只细长白嫩的腿大大方方搭在外面。蓝忘机叹了口气，轻轻抬起他的手，将被子从他怀里拨出来，铺好被子，捞起他半个身子，重新塞回去，然后就扒不下来了。许是正冷得发抖时，突然被抱进一个温暖的怀抱，魏无羡下意识往里又蹭了蹭，紧接着双手缠上他的脖颈，整个人牢牢攀住，不肯挪窝了。蓝忘机身形一僵，一双手虚虚环在他背后，最后轻叹一声，抱住他钻进被窝躺下。刚一躺好，这人当时更加过分，一条腿搭上他的腰缠紧，冰冷的脚背不住摩挲着取暖。明明是从热水里捞出来好好塞进暖和的被褥里的人，即使乱蹬被子，身体却也不该如此寒凉。蓝忘机眉头微蹙，拢住他冰凉的手脚，将人收进怀里，灵力运转捂了好一会儿，才慢慢暖起来。他松了口气，埋手在魏无羡绒绒的发丝中落下一吻，随即闭眼睡去。魏无羡这一觉睡得格外舒爽，身体像泡在热水里一般暖乎乎的，
皮肤上下的毛孔都舒张开来，舒服的他嘴角不住的上扬，像只猫似的弯着眼，喉咙里不时发出呼噜呼噜的呻吟，还不停地往身前那团发热体蹭去。他正蹭得舒服，那团发热体突然变得僵硬起来。魏无羡大感疑惑，下意识睁开眼看了看，然后看到了一张近在咫尺熟悉的白玉脸庞。魏无羡差点原地跳起来，内心疯狂呐喊：蓝湛！下一秒元神归位。哦，昨晚是我说委屈他跟我挤一挤的，蓝湛当然睡在我床上。可是现在应该早过了卯时了吧？按他们蓝氏那恐怖的作息规律，他怎么还没起？啊，昨晚我好像趴浴桶里就睡着了，肯定是蓝湛给我搬上床的。我魏寒定是抓着他就不放了，委屈蓝湛昨晚这么照顾我，肯定是没睡好。魏无羡心中思绪乱飞，眼前人还睡着，鸦羽般浓密的长睫微颤，几缕微乱的发丝搭在脸上，因就寝而并未佩戴抹额，此刻闭上了那双清澈的浅琉璃色的眸子，看上去少了几分清冷禁欲的谪仙之感。熟睡下微微泛红的肌肤更显柔和，沾染上些许尘世的美好。魏无羡心想，蓝湛可太好看了。他一错不错睁着大眼睛看他，意识到世间还没几人能有这般好运，能够瞻仰到韩光君的睡颜，更是忍不住在心里仰天大笑，心底突然涌上一股无与伦比的满足感。视线一寸寸描摹蓝忘机的眉眼，直至落在那两片淡色的唇瓣上。魏无羡呆呆地看着，心道：蓝湛的唇怎地这么淡，就像上回阿苑吃的那碗甜羹一样，大抵味道也是又软又甜的，好想尝一尝。魏无羡这么想着，鬼使神差一般脑袋往前凑了凑，对着那两瓣唇轻轻印了上去，伸出粉红的舌尖舔了舔。的确是又软又甜。眼前人身形一僵，身子微不可察地抖了抖，在这般亲密的接触下却又不容忽视。魏无羡蓦地清醒过来，意识到自己刚刚做了什么之后，整个人被雷劈了一般僵住不动，片刻后抬了抬呆滞的脑袋，对上了蓝忘机那双难以置信晦暗不明的眸子。魏无羡半晌才找回自己的声音，艰难开口：那个蓝湛，对不起啊，我大概还没睡醒，不是，我鬼迷心窍，色欲熏心，趁人之危偷亲你。魏无羡说不下去了，脸皮厚也不是这么个厚法。他动了动，想着起身再说，终于发现自己是以一个怎样的姿势被蓝忘机抱在怀里，脑子一炸，最后如同淹了的兔子一般耷下了耳朵。蓝忘机叹了口气，宽大温暖的手掌抚了抚他的发丝。无事，先起吧。余后的几日，魏无羡都缩在伏魔洞里摆弄那只完成了一半的银铃。做过一次后，自然手熟不少，速度比上回快了好几倍。魏无羡一认真做起事来，就容易忽略时间，废寝忘食。温情他们显然也不是头一回遇上这种情况，但又拿他没辙，索性他屁过骨，身子倒也受得住。可蓝忘机觉得不行。魏无羡关进伏魔洞的第一天起就没出来过，蓝忘机便将吃食送进去，放到他跟前。本是怕打扰他，放下早饭便出去了，直到中午再去送饭，见到原处纹丝未动凉透了的粥，蓝忘机眉头一蹙，嘴唇一抿，从此坐在魏无羡跟前，看着他吃完才端着盘子出去。晚上到了亥时，若是喊不动，便直接一个定身术用上，不顾那人如何撒泼乱喊，将他塞进被子。起先温情以为魏无羡会不高兴，魏无羡也是这么觉得的。他一向随心自在惯了，最不喜人这般管着束缚自己。事实却是他早已习惯了每天早晨搂着蓝忘机的脖子，埋在他的颈窝，从他怀里醒来，并且毫无波澜地由着他给睡眼惺忪的自己擦脸、穿衣、抱下床用饭，然后继续干活。至于那天早上那个偷偷摸摸的吻，在两人心照不宣的沉默下不了了之，并且默契地将这件事埋下，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当然，这只是某人这么以为而已。第5日，魏无羡终于刻好了汇进银铃中的最后一个符箓，
往浴桶里一躺，就呼呼睡了过去，被蓝忘机习以为常擦干洗净了，抱进被窝。睡起来后，两人给乱葬岗又加了一层禁制，招呼郝温家人后心下山，去上回那家菜馆搓了一顿，随后御剑飞往姑苏。